那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第一，他们都有描述大洪水，很多文化都描述有大洪水，比如中国说有大洪水，而且大洪水不是从河里泛出来的，不是从海里出海啸的，他告诉你天上有个洞。当然，中国的解释是说啊，那个共工和祝融两个打架，然后把那个不周山给撞倒了，说天上破了个大洞，哗，水就下来了，然后大家完蛋了。当然有一个好人上去把补天，那是雨蛙把天给补好了啊，这样我们就恢复平静了。那西方也有说法，那比如圣经里面说的，那是上帝太恨你们，就觉得你们这帮人太过分了，所以说他觉得不行，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清洗一遍，也是天上破了个洞，哗，水就流下来。然后我看苏美文明。也说他那个苏美王表里面专门也写了，就是说有个大洪水，这实际上是有大洪水。对，我发现各个文明都有这个描述。那这个大洪水有个什么特点呢？大洪水之前的人首先活得很久，人的寿命从大洪水之前到大洪水之后，它有一个明显寿命下降的过程，降到就是今天。圣经里面有吗？对，圣经里面旧约更有意思的是，它每一个章节的最后，他会给你写族谱嘛。说第一代谁谁谁，然后活多少年，然后开始写的那个寿命，就是你觉得是极其离谱的。用今天的视角，一个人怎么能活700-800岁？一个人怎么能活几百岁？这么听到都不靠谱。但是他那个岁数接下来就一点一点下降，一点一点下降，降到最后你发现开始有点不离谱了啊。比如这个人就活了100多岁啊，你觉得好像有点 make sense 了啊，活100岁好像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他有这个过程，然后。中国文化它也有这个，上古时期他会告诉你，有些人很夸张的啊，动不动，首先第一，他跟神明之间是有非常直接联系的，就算是间接联系，他也是比较频繁的联系。但是到后期这个联系就变弱了，至少秦朝以后，你虽然有些时候也会写一点怪力乱神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那种联系已经是非常弱了。就不会出现说哪个神明出来给你个武器，给你一把轩辕剑，给你个什么东西让你去打个仗干个啥的，就很少了。然后苏美王表也有意思，大洪水之前那些，如果他们看网上那些人讲的话，大概也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苏美王表以前那些王，那动不动就是执政就上万年，就很多时间。然后为什么苏美王表之后那个大洪水之后，发现他那个时间就开始逐步缩短了。那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在大洪水之前或者史前文明某个节点之前，人其实那个维度还有点高的。那个时候的人跟神明跟很多神兽之间那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大洪水之后，人就出现了一个疯狂降维。所以说我要真要说降维的话，我也不是今天开始降的，我觉得从那个大洪水之后，人就开始降了。是这样的。然后降到今天呢？你说。你接着说呗，说完。我就说到今天为止呢，这是属于是在更彻底的降一步，但是这个降维绝对不是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是从大洪水之前那个就是说，从大洪水之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稳步下降了。是这样的，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不对，你有去过终南山吗？终南山离我很近，我一直挺想去的。对，我妈还尝试去过一次，结果她说的可搞笑了，她想进去，当时也是我建议她，我说你要修行的话，你要搞那东西的话，你要不要去终南山？我说了一段时间，把她给说动了，然后她说那行，那我去吧。然后她去好像是在冬天去的，结果去到那儿之后被那个巡山的人看见，说太危险，结果又把他们原路给劝回去了。所以说他到最后也没有机会真到那个终南山里面去，他也就是在外面晃悠了一下就被人家劝退了。所以是缘分没到。对，但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是本地人要去的话，他们会不会把你给劝退啊？怎么样？我估计他们觉得冬天因为那个终南山它海拔还是有一些的，就是他可能觉得结冰啥的挺危险的，就是这些工作人员劝退，其实也是为了这些城市里面的这些人好，因为其实大部分没有在山里面待的人，他们对野外的这些危险认识其实是不到位的。是的，所以我在想，我觉得终南山里面我有机会我会去一趟。
我觉得你可以去，因为我觉得钟南山里面有一帮人是应该做到了一定程度上看透这些。对，之前我有看那个钟南山有关的一些采访，一个老外确实是，你是不是看的跟我同样是一个老外拍了个纪录片，叫做那个对，那个我也看过，对老外他去钟南山去拜访一些师傅，对，我还看了一个还看过一些其他人拍的，对说钟南山里面确实应该是有一些高人的，对然后说他们能看见龙，然后说这个世界的龙很多时候是不同形态的。这点倒是和我一些道士朋友说的还不谋而合，就是他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是存在龙的，但是龙可以穿梭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和一个灵性的世界，它可以比较自由的穿梭的。然后他们有些时候对龙的描述是有点高度一致的。对，龙这个研究群体也非常大，我对这个也比较关注，我也是比较认可龙是存在的。你在出体的时候，你有看见过龙吗？因为我觉得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动物。对，它可能不像是一种动物，它可能是一种神物。按照佛家来讲呢，我不讲佛家的东西。你觉得龙它现在是像传说当中它有一定的行政的职务在里面，就是比如说它负责什么降雨啊、布云啊、打雷，打雷也不是它，就是布云施雨啊，还是说它已经完全转化成自我修行提高的一种身份了？就是说你们这边要干啥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已经离开你这个鬼世界了，我现在打算我在那边我躲清静，我修行。你觉得龙是哪种状态？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负责这些下雨啥的，这是人对这个龙的一种想象，把它映射到这些当官的这些人身上去了。龙其实它更像是一种高维的生物，它其实它是自由度也比我们这个维度的这些存在要高很多的，而且它能够穿梭在两界之间，它可能就是介于我们和更高维度的这么一个中间地带吧。而我觉得结合到今天说升维的那个话题，我觉得龙是在升维的，他在给人类打了个样。因为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看一些历史文献，我觉得在上古时期，其实人看见龙的概率是大于今天的，或者门槛比今天低。然后龙完成一个过程是什么呢？是从这个世界逐渐的淡出，然后在另外一个世界慢慢的那个叫稳定下来。就是他们整体，或这样说吧，我觉得发现人类历史总体上来说是上古时期人跟人认为的神明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对是比较近的，就是你要看见这些神，或者你要跟他们发生比较直接间接的关系，比今天是容易多的。当然如果大家都认为古代文献都是编的都是以统治者为了那个渔民啊自己在那又编又编又写，当长篇神话故事写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但假设说古代的那些文献，尤其是上古时期文献，它不是在你等一下，我看谁敲门。哎呀，好，没事，我拿手机看一下就行。OK。送外卖的，还行，送东西的。好，继续，就是说，如果上古时期那些东西，它不是，我们先假设它不是那种什么统治者写出来，就是拿来纯粹就是逗你玩的，拿来搞一些渔民的，那它反映一部分客观事实，或者很大部分客观事实，而且是。那个叫什么？到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降得更离谱。尤其是我们都进入了一种高度资本化，然后高度个人主义。就西方讲什么 individualism， 我觉得那个降会降得更彻底。对，或者是功利主义。
对，我现在发现今天的这个降维速度越来越快了。对啊，而且人越来越执着于表象的东西，这个就我觉得就是降维。是这样。而这种降维，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是几年读的大学啊？我不知道。我是17年。17年，那17年大一，然后21年毕业了。你正好是疫情中毕业的。对，我最后一年刚好在疫情，然后上了很多网课。然后你毕业了之后，就正好赶上疫情正好是疫情的高峰期。对，疫情好像是到23年才结束吧，还是22年？22年底，23年初才结束吧。对，那我想到一个事情，我觉得是降维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但我这话说出来得罪人。我之前的大学里面是很少遇见那种颜值即正义的说法的人，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少提颜值这种事情。最近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什么事情，说他们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这是中国这边的还是说至少加拿大本地人不干这种事情，但是中国留学生圈子会干这种事情，就是搞一些什么叫卡颜局。我开始没听懂什么叫卡颜局，就是他们要搞一个什么聚会，对颜值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呢，他们互相之间称赞的方式就是那些男生都叫自己是男高还是男大。然后我在想，还是女高女大。然后那个我一个学生就讽刺，就说他就看不惯，我估计他要升维吧，他看不惯。他说这些人都一把岁数了，都毕业几年了，还是男高男大的。哎呦，他就气得不得了。然后呢，我这安慰他，我是说你气啥气嘛，人嘛总得有个眷恋的东西嘛。你说权力人家还想永远连任呢，那我就说那人家男大，人家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标签，人家还想永远连任呢，人家当20年男大呢，当到40岁，对不对？你要剥夺人家的这个职位，你剥夺人家这个 title， 你多残忍！你要想当男大就当男大吧。但我后面一想，我说怎么现在都这么物质化了吗？搞什么卡颜局，搞什么东西，我就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可怕。我就是现在社交都这样社交了吗？但我可能也不准确哈，反正我听到就是天天我讲这些什么又卡颜局了，又这样又那样了，那个留学生那个圈子又这样那样了。我听了之后我的头大，我说原来你们私下都这样玩的吗？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个情况，我离他们的圈子也比较远了，就我也不了解现在大学到底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现在这个资本社会自由度这么高，能干出特别稀奇古怪的事情，其实也都不古怪了。就我不知道这个风气他们怎么来的，然后而且他们愿意把人扁平化，就是贴标签嘛。其实贴标签，其实我觉得是人理解这个世界最可怕一点，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扁平化，我把所有东西都简单化。比如你问我个事情，我就问个，就是我不关心是发展，我就只关心结果，赢没赢，输没输，对，谁占上风，我只问这一个。你如果给我介绍一个人，我只问一件事情，有没有钱，长得好不好看，什么社会地位，我只问这几件事情，就这3个问题，除了此之外我啥都不管。我说如果我们都这样子理解世界的话，那不要说灵魂的升维了，我说你连起码作为一个这个世界最物质化的一个人，我觉得你都已经降维了。你在这个社会中你就已经降维了，因为你看人就是看这3点嘛，长得好不好看，有钱，社会地位是啥，你只关心这3点，那我就说那你这个维度也够低了。就是很多人他被社会化之后，他的脑子里面就只有这些东西，他想不出别的什么话题，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言语，所以你跟这些人打交道，你会觉得好像在跟一个机器人聊天一样。对，而且我就是他已经不像是一个人了，但是你跟他交流，就没有活人感那种。对，那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感觉他又像是一个人。你知道，我不知道是我老古董了，还是我有点跟社会脱节，怎么样？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些男同学
他们又特别喜欢买车。然后我说你这个车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你买这个车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呢，好像如果你买了一辆好的车，好像确实你在人生当中你会得到什么便利。他就尝试给我解释，给我解释了半天，他都没说服我。我说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其实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嘛。那我就说哦，你开个车我就觉得你身份高了，那你是觉得我是多浅薄的一个人吗？难道我看你今天开一辆车，然后我就说跟买那个手表啊、包包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恐怖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后面细思极恐，我说，首先第一，你对所有人的一个粗浅化的认知，你认为我判定你的身份、判断你的地位，我只通过你的车。那也就是说，我在你心目中是个多么简单的人，就是你今天这个车往我这儿一停，我就说哦，你好有钱啊，或者说你好有魅力啊。哦，对，还有更可怕的是，他把这个车已经衍生到了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同时他也衍生到了就是魅力上。对，就这个车再漂亮，是这个车漂亮，不是你人漂亮，不是你的司机漂亮，但他觉得这个车的漂亮也涵盖到他人的漂亮。他认为他开这个车，他可能追女孩子会更容易。然后我听了之后，哇，那个他这一招其实对于那些就是在他这个圈子里面混的那些女生，他确实是起作用的。就是这一套规则对于某一个特定人群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哦，你是承认这点？就是我们这点对于那一类人肯定是有用的，因为他们眼里面只有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开的什么车，住的什么豪宅，你戴的什么名牌表，还是背的什么香奈儿，这些东西。哦，所以说你觉得这个套是对他们？对，这一套对他们是有用的，就是对于他们那个圈子里面的那些人是绝对有用的。那我还有一个矛盾，就是让我先亮明我的底牌哈。我开始是跟他们辩论的，我觉得他们这是无效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逻辑上有个漏洞，因为他们讲完这种所有东西，最后来一句，他们有反对物质化自己，物质化女性，物质化男性。那我说你刚才给我讲了那么大一堆东西，你不就在物质化你自己吗？然后你讲完了之后，你一转脸，你倒过来给我讲，我们反对物质化。啊，我说你这两句话并在一起想，你不觉得你自己精神分裂吗？对，就是你先给我讲一套道理啊，说这个车又怎么样，这个房又怎么样，这个手表又怎么样，然后你给我讲完之后，最后你一留脸，你又告诉我，我们是真爱，我们这个是灵魂上的，我们是 soul mate 啊，然后他又给我批判一下，说这个什么物质这种什么爱情跟物质挂钩又是怎么样的不好的啊，怎么就是物化女性或者物化男性。我说你把这两句话拼在一起讲，我觉得你有点可怕哦。现在人就是这么分裂啊！啊，我就说啊，你自己不在内心里面盘一下你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吗？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怕，就是没有逻辑可言的，没有逻辑可言。不过，但是你今天告诉我这套就是现在可能在年轻人当中是真有用的哈。我买个好的车，我买个表，怎么样？就是不是说对所有人都有用，就是说信他这一套的人就有用。就你去看那些，其实不是说当下这一代年轻人怎么样，其实你去看那些老一辈的那些，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辈儿，他们其实如果他是一个被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社会人士，他其实也是非常看重这些东西的，就是你家住在哪儿的，你开的什么车，你买了多少个房，多少个门面，你有几个妻子，或者有多少情人。只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把原来的那一套评判标准又做了一些新的更新换代，就换汤不换药吧，我觉得放到古代其实也有啊。我知道，我看《金瓶梅》的时候，那个西门庆，那个媒人介绍西门庆，就是帮他
找媳妇儿就说啊，这个西门庆家有多少张床啊。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